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测试过绿联家的65瓦和140瓦的闪充派系列的氮化镓充电器，就是这个100瓦还没有测试。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安排这款100瓦的闪充派氮化镓充电头，是不是一如既往的绿联的品质，咱们拭目以待。喜欢我的视频的铁子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还是要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啊，你们是我的动力来源。我这个一个人的频道，这快1年的时间涨了1万多的粉丝，想起来我就干劲十足。咱们话不多说，开箱这个绿联闪充派100瓦的氮化镓多口充电器。这个100瓦的充电器包装盒还是一如既往的绿联家的黑色主色调的一个包装盒，充电器的图片，绿联的标识，氮化镓智能温控，兼容市面上70%的设备。然后这里100瓦的标识，闪充派的标识，这上面还有一个闪充派的标识。我们打开它的盒子，充电器放在这一个纸质的卡座里面，这个是充电器本体，充电器的说明书。由于这个充电器有4个充电口，这个说明书里面几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功率是怎么分配的，它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一本就是产品的保修卡，这个就是充电器本体，折叠插脚的设计，4个充电口，3个 Type-C 口，内部舌片全是黑色，这个 USB-A 口内部舌片为紫色，绿联的标识，100瓦的标识，充电器两边为灰色的一个色调，中间为黑色的色调，一种错色的设计。这个是绿联闪充派的65瓦，这个是100瓦，这个是闪充派的140瓦，这个是100瓦。这3个充电器为闪充派系列的65、100和140。我们今天测试的就是这个100瓦。充电器的宽度69毫米，这一边的宽度也是69毫米，也就是一个正方形的设计，厚度为33毫米。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是324克，单充电头重量222克。这一面则是充电头的各种规格信息，100瓦4口氮化镓快充充电器，型号是 X564， 充电器的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 USB-C 1口 C 2口最高输出功率是20伏5安100瓦， Type-C 3口输出最高功率是20伏 1.5安，也就是30瓦的功率， A 口输出最高功率22.5瓦，4个充电口同时输出最高100瓦功率。这个是室内使用 3C 认证，循环10年，非热带地区使用，双路绝缘。3C 认证信息我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整个充电器的外观还是很精致的。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进入实际充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4个充电口它协议支持的情况。我测试这个协议，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有好多粉丝经常问这个充电器能不能支持小米，能不能支持华为。大家看我测试协议的时候，我读出来的协议，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充电器能不能支持，还有支持多大的功率。首先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1口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个协议非常的多啊，有时候协议多了并不是好事。有高通 QC 3.0 的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 FCP 的最高18瓦功率，华为 SCP 的22瓦功率，三星 AFC 的最高24瓦功率。然后这是 PD 3.0 的100瓦功率，固定档位有5个，最高档位20伏5安100瓦， PPS 的档位它只有一个 3.3 至21伏的5安。这个 DCP 和 Apple 2.4 是2个基础功率。然后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2口的协议支持的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协议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包括 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PPS 档位1个， DCP 和 Apple 2.4 则是2个基础功率。这是这个充电器 Type-C 3口协议支持的情况，高通 QC 的5伏、9伏、12伏、3.6至20伏，华为 FCP 的最高18瓦功率，华为 SCP 的最高20瓦功率，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PD 3.0 30瓦，点进去的话，固定档位是5个，最高档位20伏 1.5安，30瓦的功率。PPS 是3至11伏的 2.75安。然后 DCP 和 Apple 2.4 2个基础功率。这是这个充电器 USB-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QC 3.0 5伏、9伏、12伏、3.6至20伏，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华为 SCP 的20瓦功率，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然后这个 DCP 和 Apple 2.4 则是2个基础功率。4个充电口的协议测试下来，我们没有看到有融合快充，这是一个遗憾。还有就是 C1 口、C2 口它有 PPS 的大功率，但是它还有 SCP 的档位在那里，荣耀的 PPS 快充的话有可能会起冲突。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充电器的手机部分的实际充电测试。C1 口、C2 口它是有大功率的 PPS。我们先用这一个荣耀100来看一下它的功率的情况。这个手机现在是低电量模式，只有几个电 ，Type-C 1口插上去只能显示超级快充，证明这个启动的是 SCP 的档位。有 SCP 和有 PPS 这两个协议是会起冲突的。它首先启动的就是 SCP， 看一下真实的功率就在20瓦左右，也就是 SCP 的一个功率的档位。Type-C 2口一样的显示了超级快充。我试了一下这4个充电口，对于这个荣耀100来说都是20瓦左右的功率。华为手机的话也是一样的，都是启动 SCP 的20瓦左右的功率。这一部手机是 vivo 的 S18， 它有 PPS 33瓦的功率。目前这个手机只有20%多的电量，这个功率就是启动的 PPS 的33瓦的功率，直接飙到33瓦没问题的。而且 vivo 的快充标识也是可以启动的。这个 vivo S18 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PPS 33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啊，整个充电过程的话，一共就花了38分钟时间。这个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最高的功率大概在35瓦左右，充到第24分钟的时候才开始逐渐的下降功率，也就是24分钟左右就已经充到了90%，然后这后面就是逐渐的下降功率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情况，给这个 vivo 手机充电的话，它是30多瓦的功率，温度也不是很高，最高温度在41度左右。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大概就是16度、17度的样子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它还要高几度，高几度的话，这个温度也不是很高的，充手机对它没什么考验。vivo 家的 PPS 的手机，我们都测试了一下，只要是44瓦以上的手机都可以启动 PPS。我们现在又是用这个苹果14来采集一下它的充电数据。目前这个手机是1%的电量，这个100瓦的充电器应付苹果手机的话，应该是小菜一碟的啊。我们采集数据，这个苹果14已经充了91个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是一个标准的苹果手机充电的曲线图，因为这是从1%开始充电的，很完整的一个从1到80的一个充电曲线图。前面2分钟起始功率只有10瓦左右，然后就涨到21瓦的功率，充了大概10多分钟时间，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降到16瓦的功率，充了大概10分钟时间，然后又逐渐的下降功率，下降到11瓦左右的功率，充了大概8分钟时间，降到6瓦左右功率，充了也大概8、9分钟时间就充到80%。苹果手机我们充电的话，只建议它充到80%就可以了啊，后面的漫长的涓流充电的过程，我们可以不必要充电。整个充电时间从1%到80%，一共花了54分钟，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充电时间。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它的温度也不是很高，最高的温度也就是在38度，我们室内的温度17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对小米的手机它的功率支持的怎么样。这是米家67瓦充电的一个手机，可以显示快速充电，真实的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5瓦的样子。因为这些品牌的充电器它没有米家的私有协议，米家的手机如果想要它高功率的话，就只能选它的原装或者是酷泰科，没办法。这一部手机是 OPPO 绿厂的手机，它是 Reno 12，官方宣传的这个手机是可以支持 PPS 快充的，但是它一出来，我就用很多的充电器都试了一下，这个手机还是启动不了 PPS 的快充。用这个充电器充的话，它也是启动不了的。走的是9伏2安18瓦的档位，也就是真实功率的话13瓦左右。几个充电口我都试了，都是一样的功率。OPPO 官方宣传的这部手机可以支持 PPS， 我手头上所有的充电器充电宝我都试了，这个手机根本就不支持 PPS 啊。这部手机是三星的 Note 10加，可以启动超快充电 2.0，1小时2分钟可以把电充满。走的是 PPS 的协议，真实功率的话只有17瓦左右。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功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充电器手机部分测试我们已经测试完了，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它的公版 PD 协议部分，100瓦和65瓦的一个烤机的一个测试，看它的温升的情况。因为 PD 属于公版协议，只要支持公版协议的设备36瓦、45瓦、65瓦、100瓦，它会自动握手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什么兼容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拉它的100瓦的温度的温升的情况。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是14度，温升测试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售电设备的温度的问题。这边售电设备温度过高的话，它会停止输入功率，所以说我们要准备风扇对这个售电设备进行散热。测试功率的仪表我们不能插在充电器上，以防充电器温度过高造成仪表停止输出。温度采集的话，我们会用温度探头持续的采集它表面的温度，当温度到最高的时候，我们会用热像
仪再来监测它的温度。这个充电器在100瓦功率的时候，我们持续的观察，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在42分钟的时候就已经降功率了。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在42分钟的时候是最高温度66度，66度的时候它开始降频，证明已经启动了过温保护。我们用热像仪检测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67度。我们测试出来它的充电口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76.5度。我们就再进行一次100瓦测试，看看是不是42分钟准时降功率。这是我们第2次100瓦的功率测试，现在功率又降到76瓦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一次也是差不多在42分钟的时候降了接近10瓦的功率，这个时候的温度就已经到了66度的样子。我们用热像仪测出来，它的表面温度是69.2度，然后充电口的温度就是78.5度。2次100瓦的满功率测试都是在42分钟降功率。现在是这个充电器60瓦满功率烤机的情况，真实功率53瓦。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已经运行了足足1小时36分钟，温度基本上稳定了，我才停止。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的情况，基本上都是稳定在52度上下。同时我也用热像仪检查了一下它的表面温度，表面的温度大概就是54.4度的样子。充电口的温度的话，大概是61.3度。这个充电器如果是65瓦功率运行的话，它是非常稳定的输出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购买充电器的时候，还是要留点余量。你买65瓦的就买一个100瓦的，用100瓦的功率就买个140瓦的。如果你长期使用140瓦，把功率再选大一点，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这个手机的协议测试、手机测试和烤机的充电测试我们都做了，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4个充电口它的功率分配的情况。C1 口100瓦， C2 口100瓦， C3 口30瓦， USB-A 口是22.5瓦。我们就用这4个充电宝来测试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我们从双口开始测试，首先是 C1 加 C2 2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C 1口的100瓦功率，真实功率95瓦。我们再来接上 Type-C 2口，断联重新分配功率，最后的功率的话就是 PD 65瓦加 PD 30瓦，总功率的话也就是接近100瓦。我们拔掉 C2 口，一样的会断联，重新回到100瓦的功率。先插 C2 口，再插 C1 口，跟我们刚才测试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来看 C1 口加 C3 口。我们先接上 C1 口的大功率，启动 PD 100瓦，我们再接上 Type-C 3口。接上的同时，它就会断联，重新分配功率，功率变成 PD 65瓦加 PD 30瓦，总功率也就是100瓦的样子。C2 口加 C3 口使用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1 口加 USB-A 口这2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是先启动 C1 口的大功率，我们再接上 USB-A 口，接上去就会断联，功率重新分配，这边变成20瓦的功率，这边就是65瓦功率，总功率就是80多瓦。我们拔掉 A 口，断联重新分配功率变成 PD 100瓦。C2 口跟 USB-A 口同时使用的情况，跟 C1 口和 USB-A 口同时使用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3 口加 USB-A 口同时使用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3 口，启动它的最大功率30瓦，真实功率26瓦。我们再接上 USB-A 口，断联重新分配，变成2个5伏的基础功率，总功率也就是20瓦的样子。C1 加 C2、C3 3个 C 口同时使用，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大功率 ，PD 100瓦的功率，再接上 C2 口，断联重新分配功率，变成 PD 65瓦加 PD 30瓦，这是 C3 口的，我们接上去。C1 口断联重新分配功率 ，C2 口的话它没有断 ，C3 口就是走的20瓦的功率 ，C3 口插上去 USB-A 口就会断联，但是 C2 口它没有断联。我们拔掉 C3 口，拔掉 C3 口 ，C1 口会断联，功率会回到65瓦。我们再来看一下 C1 口加 C2 口加 USB-A 口，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是先启动 C1 口的大功率 PD 100瓦，我们再接上 C2 口。还是老规矩，断联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5瓦加30瓦。我们再接上 USB-A 口，断联重新分配功率 C1 口变成45瓦 ，C2 口没变也没断，3个口总功率还是100瓦。我们再来看一下 C2 口加 C3 口加 USB-A 口这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情况。我们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功率，再接上 Type-C 3口，
断联重新分配功率变成65瓦 C2 口 USB A 口。A 口接上去以后 ，C2 口功率没变 ，C3 口马上变成5伏基础功率。C3 口和 USB A 口这两个口不能同时用，同时用的话，它就是走的基础功率。这个充电器的 C1 口加 C3 口加 USB A 口，跟我们刚才测试的 C2、C3 加 USB A 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是老规矩 ，C1 口先启动100瓦功率，再接上 C2 口 ，C1 口断联变成65瓦，我们再接上 Type C 3口。C1 口断联，功率继续降低，变成45瓦，就是45瓦加25瓦，再加 PD 20瓦，总功率100瓦。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接上去 C3 口马上断联，变成基础功率。USB A 口它也是走的一个5伏的基础功率，4个充电口加起来的话，也就是100瓦的样子。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全部都测试了一遍。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然后就是来测试一下它的文波的情况。这个充电器在220伏50赫兹的状态上电的功耗是 0.8 瓦，这个充电器没有浪涌功耗，后续的话一直在 0.6、0.7 瓦之间摆动。经过我们几分钟测试综合下来，它的待机功耗为 0.65 瓦。5伏3安是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功率是 20.7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4 瓦，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为 74%。9伏3安27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32.8 瓦，这边直流输出27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为 82%。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1.8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6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51瓦，这边直流输出 44.4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20伏 3.25 安，也就是65瓦的功率，220伏输出72瓦，这边直流输出 64.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为 89%。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9.6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这个充电器在110伏60赫兹的状态的时候，插电瞬间它的功耗是 0.6 瓦，然后逐渐的下降，降到 0.3 瓦。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它的综合平均待机功耗为 0.3 瓦。5伏3安是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9.3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4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0%。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1.7 瓦，这边直流输出27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0.8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6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15伏3安45瓦的功率，110伏输出 50.2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4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20伏 3.25 安，也就是65瓦功率，110伏输出 71.6 瓦，这边直流输出 64.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10.1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0%。这个绿联闪充派100瓦的充电器，它的文波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4个充电口的文波我们都要测试一遍。首先就是 Type C 1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9.6 毫伏，平均文波在 27.3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0.8 毫伏，平均文波在 38.2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6.8 毫伏，平均文波在43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最高文波是 52.2 毫伏，平均文波在 44.7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0.6 毫伏，平均文波在37毫伏左右。这是 Type C 1口最高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3.6 毫伏，平均文波在44.9、45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 C 2口它的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4.1 毫伏，平均文波在22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4.7 毫伏，平均文波 32.2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1.6 毫伏，
平均温波是 36.6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45.1 毫伏，平均温波在 38.6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47.1 毫伏，平均温波在 34.7 毫伏左右。Type-C 2口最高功率100瓦，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57.2 毫伏，平均温波在42毫伏左右。Type-C 2口的温波比 Type-C 1口要好那么一点点。总的来说，这个充电器的温波表现非常的极品。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Type-C 3口。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27.2 毫伏，平均温波在 24.8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5.2 毫伏，平均温波在 32.6 毫伏左右。12伏 2.5 安也是30瓦的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6.2 毫伏，平均温波 33.2 毫伏左右。15伏2安也是30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7.6 毫伏，平均温波 30.4 毫伏左右。20伏 1.5 安也是30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1.7 毫伏，平均温波在25毫伏左右。这个充电器3个 C 口温波表现都是非常极品的啊！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27.2 毫伏，平均温波 24.3 毫伏左右。9伏2安18瓦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0.5 毫伏，平均温波 27.7 毫伏左右。12伏 1.5 安，也就是接近20瓦的功率，它的温波最高的时候 32.8 毫伏，平均温波 29.5 毫伏左右。这个6年的100瓦充电器，4个充电口的温波我们都测试完了，一如既往的表现非常的极品啊！最大温波也就是60毫伏左右。像这种温波输出的话，对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对我们的手机电池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6年闪充派100瓦充电器经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手机兼容性还行，大功率温控也设定的很不错，42分钟持续输出，对于笔记本的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温度保护到位，表面温度66度的话，它就可以启动过温保护，65瓦的设备使用温度更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苹果手机兼容性非常的不错，标准的充电曲线。它的温波表现的话，一如既往的是非常的极品，这个对我们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设备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